說起這個 Sora， 簡直就是科技圈的年度大戲。你知道嗎？從2024年2月 OpenAI 第一次發布 Sora 的 demo 視頻開始，到現在2025年底這1年多的時間裡，圍繞它的故事比電視劇還精彩。先說說這個名字 ，Sora 這詞兒來自日語，意思是天空，寓意無限創造潛力，聽着挺美好的吧？結果呢，這玩意兒倒成了 OpenAI 史上最大的期貨產品。2024年2月那會兒 ，OpenAI 放出幾段 demo 視頻，那畫面簡直驚為天人。1分鐘的視頻，鏡頭切換流暢，物理規律準確，連網友都炸了鍋，說這是 AI 視頻生成的里程碑。但問題來了，就這麼炸裂的技術 ，OpenAI 愣是捂了將近10個月才對外開放。你說這中間發生了什麼？這就有意思了。2024年初 ，Sora 橫空出世的時候，全球 AI 圈都驚了。這東西用的是什麼技術呢？簡單說就是把 Transformer 架構和擴散模型結合起來，創造出一種叫 DeepT 的混合架構。聽起來很玄乎，對吧？其實原理就是把視頻拆成一個個視覺補丁，然後像 ChatGPT 預測下一個詞一樣，去預測下一幀畫面。這招厲害就厲害在，它不只是生成畫面，還能理解物理世界的運作規律。當時 OpenAI 放出的 demo 裡，有東京街頭漫步的女孩，有奔跑的金毛狗，鏡頭語言豐富，連光影效果都處理得相當到位。業內人士看完都說，這下完了，視頻制作行業要地震了。可是就在大家翹首以盼等着用上 Sora 的時候， OpenAI 開始玩起了飢餓營銷。他們只開放給少數藝術家、電影制作人測試，普通用戶根本摸不着。這一捂就捂了大半年。結果呢，市場可不等你，中國的快手可伶、MiniMax、海螺 AI、騰訊混元，還有美國的 Runway Gen -3，一個個都冒出來了。這些競爭對手可不含糊，該開放就開放，用戶體驗做得風生水起。可伶擅長處理人物表情，海螺的二次元風格獨樹一幟，混元故事感強 ，Runway 適合做大場面。到了2024年底，這些工具已經各自圈了一波粉。更戲劇性的來了。2024年11月底，突然有一群參與 Sora 測試的藝術家炸毛了。他們在 Hugging Face 平台上洩露了 Sora 的 API 接口，還發了一封公開信，火藥味十足。信裡說什麼呢？我們不是你們免費的研發團隊，不是免費測試員，宣傳傀儡，訓練數據。原來OpenAI 找了好幾百個藝術家來測試 Sora， 美其名曰早期測試者、紅隊成員和創意合作夥伴。但這些藝術家幹的活可不少，測 bug、提反饋、做實驗，生成一堆作品。結果呢，報酬少得可憐，作品發布前還得經過 OpenAI 審核，只有少數人通過比賽才能讓自己的作品展映。藝術家們覺得自己被當成了公關工具，替 OpenAI 背書，說白了就是白幹活。這一鬧 ，API 洩露了3個小時。網友們抓緊時間體驗，生成了一堆 1080p 分辨率、10秒長的視頻。雖然很快 OpenAI 就切斷了權限，但這波操作徹底讓 Sora 又火了一把。你說這是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？還有人懷疑，這會不會就是 OpenAI 的營銷手段？好了，鬧歸鬧，2024年12月 Sora 終於對付費用戶開放了，推出的是 Sora Turbo 版本。生成速度更快，但有個大問題，視頻時長最多只有20秒，不是當初承諾的1分鐘。Plus 會員每月$20，能生成50個480p 視頻或更少的 720p 視頻。Pro 會員每月$200，能生成500個視頻，支持 1080p，20秒時長，還能無水印下載。用戶一體驗，有人覺得效果還行，有人覺得跟 demo 差距太大。比如有人生成古人騎馬打戰的視頻，前半段還挺像樣，到了11秒，突然有人無緣無故從馬上摔下來，畫面就亂了。還有人吐槽說，期待這麼久，結果就這，賣家秀和買家秀差太多了。更尷尬的是 ，Sora 一上線就面對一堆競爭對手，媒體拿它跟可伶、海螺、混元一對比，發現 Sora 的優勢沒那麼明顯。可伶動作流暢，海螺想象力豐富，混元故事感強。Sora 的特點就是鏡頭切換多，有點蒙太奇的感覺。但說實話，各有千秋，誰也沒碾壓誰。時間到了2025年9月底 ，OpenAI 憋了個大招，發布了 Sora 2。
這一次升級可厲害了，號稱是視頻生成領域的 GPT-3.5時刻。Sora 2最大的突破是什麼呢？首先，物理準確性大幅提升。以前的視頻生成模型有個毛病，就是太樂觀了。比如籃球運動員投籃不進，球可能會直接瞬移到籃筐裡。Sora 2就不一樣了，球該彈哪兒彈哪兒，遵循物理規律。更牛的是 ，Sora 2實現了音視頻同步生成。以前做 AI 視頻，畫面是畫面，音效的自己後期加。現在呢 ，Sora 2能同時生成角色對白、環境音效、物體交互声、口型和聲音，還能對上。這對創作者來說簡直是福音，不用再折騰後期了。還有個客串功能特別有意思，你錄一段10秒的視頻 ，Sora 2就能把你的形象和聲音提取出來，放到任何 AI 生成的場景裡。比如让你跟大猩猩一起探險，或者在外太空飄着。OpenAI 還推出了一個 iOS 應用，整個就像個 AI 版抖音，用戶可以生成視頻2次創作，分享到信息流裡。但問題也來了 ，Sora 這個名字惹上官司了。有個叫 Overdrive 的公司做數字圖書館的，他們有個閱讀應用也叫 Sora， 市場上運營了7年多。OpenAI 的 Sora 一出，兩個 logo 還挺像，都是萌萌的大眼睛加小星星。Overdrive 急了，跑去法院告 OpenAI 商標侵权，說這會讓學校和用戶混淆。你說 OpenAI 取名字的時候就不能查一下嗎？說到底 ，Sora 這1年多的故事反映的是什麼呢？是技術突破與商業化之間的張力。OpenAI 想做世界模擬器，想讓 AI 真正理解物理世界，這個目標很宏大。但市场不等人，競爭對手一個個冒出來，用戶等得不耐煩。Sora 5的越久，期望值越高，最後開放的時候反而容易讓人失望。再說藝術家洩露事件，這背後是勞動價值的問題。科技公司總愛用熱愛、共創、曝光機會這些虛頭巴腦的詞忽悠人，讓創作者免費幹活，說是給你投資未來的機會。但說白了，人家拿你當免費勞動力，最後收割的是自己的品牌價值和市場份額。藝術家們一氣之下洩露 API， 其實是在反抗這種不對等的關係。現在呢 ，Sora 2已經發布了，技術確實有突破，但競爭還在繼續。快手、字節、騰訊這些中國公司可沒閒着，他們的產品本地化做得好，價格也更親民。OpenAI 要想在這個賽道上保持領先，光靠技術還不夠，得考慮用戶體驗、價格策略、生態建設。最有意思的是 ，AI 視頻生成這個領域現在還處於早期階段，技術在快速迭代，應用場景也在不斷拓展。教育、營銷、影視預演、遊戲開發，甚至個人創作，到處都有需求。但問題也不少，版權怎麼辦？深度偽造怎麼管？算力消耗怎麼降？這些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。所以說啊 ，Sora 的故事還沒完，它就像一面鏡子，照出了 AI 行業的浮躁與雄心。也照出了科技公司與創作者之間的矛盾。未來會怎麼樣？誰能笑到最後？咱們就拭目以待吧。但有一點是肯定的 ，AI 視頻生成這趟車已經開動了，而且速度只会越來越快。你說這年頭搞科技，是不是得先學會講故事？